外国人常吐槽新加坡又贵又无聊，租房成本高昂，购物餐饮价格不接地气。一个普通公寓可能要租金超过3000新币一个月，外食随便也得花几十新币。对娱乐充满期待的外国游客也感觉新加坡缺乏令人惊喜的冒险和刺激，甚至被戏称为亚洲最无聊的城市。然而本地人却对这些抱怨表现得非常淡定，他们不仅接受贵，还认为这座城市值得居住，甚至令人向往。他们的幸福不靠低物价，而是通过制度化的高标准，获得一种不易察觉的安全感。这种认知反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外国人吐槽新加坡能让人窒息，而本地人却觉得这是幸福的家园？经济基础撑起了高生活成本。新加坡的生活成本固然高，但居民的家庭收入却具有明显的韧性，能够缓冲经济压力。这是一座工资增长快于支出增长的城市。2025年，新加坡的家庭平均月收入达到了15473新元，而本地全职员工的工资中位数也高达5197新元。这意味着，在双职家庭普遍的情况下，大多数家庭在这座高成本城市里并非捉襟见肘。此外，新加坡的强制储蓄制度让居民的经济规划具备长远性，例如工资的一部分必须存入中央公积金，为未来的住房、退休和医疗提供保障。在这样的经济设定中，昂贵不只是消费压力，更是一整套背后配套制度的长期回报。所以对新加坡人而言，生活成本虽然高，但高收入和结构化储蓄赋予了他们稳定的底气。高拥有率带来的幸福感，新加坡本地人幸福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经济与制度结合下形成的高拥有率，尤其体现在住房上。近90%的家庭拥有住房，其中77%居住在受政府补贴政策支持的黑部公共组屋。不仅仅是住得下，在新加坡有房还意味着有身份、有安全感。住房政策不仅帮助中低收入家庭，也能实现在全球昂贵城市拥有居所的梦想，还确保了社会公平。在许多国家，贵通常意味着租不起、买不起，而在新加坡，绝大多数家庭都能享受到制度福利，将昂贵的城市变成有归属感的家园。正因为如此，本地人对于城市的贵早已习惯，他们知道这贵的值得。尤其是当这一份稳定转化为生活安全网时，那种被制度看见的幸福令人无可替代。长寿与健康幸福的长期回报率，新加坡人的幸福不仅体现在现状，更在于他们对未来的可预期性。数据表明，新加坡居民的健康寿命一直领先于发达经济体。到2025年，新加坡人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惊人的83.5岁，且持续稳定增长。这意味着一个普通新加坡人在人生绝大多数阶段能够保持高质量的健康。长寿与健康不仅是医疗制度的杰作，更是这座城市秩序带来的结果。本地人普遍更愿意把现在的投入看作未来的长期回报，他们知道每一份多花的成本都能换来更多稳定与健康的日子。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这座贵而长寿的城市赋予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在不少外国人眼中，新加坡显得过于规矩。这个城市以其严苛的法律、高效的公共秩序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著称。外国游客可能感到某种不自由，因为这里的规则看起来无形地约束了生活。然而对新加坡本地人来说，这些规则反而成了幸福的来源。这种幸福源自于规则带来的生活秩序与低风险。在全球安全指数上，新加坡长期位居前列。无论是深夜出行的安全感，还是高效的交通设施，这里的居民能感受到生活发生偶然事件的概率极低。对于许多新加坡人，规则并非束缚，而是保护，使得他们的生活成本换来了低焦虑和高可控性。虽然新加坡的生活成本高昂，但幸福并不属于富人专属。这座城市的社会流动性赋予了普通人向上的希望。新加坡政府通过教育补贴、技能提升计划与购房政策，帮助中低收入家庭也能共享城市发展的红利。例如 HUB 公共组屋与购房补贴，让近90%的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住所，即使是在全球最昂贵的城市之一。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的税后基尼系数已优化至 0.371， 通过再分配政策和转移支付，大大缓和了收入不平等。在这个制度的背后，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找到实现幸福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极高的收入和财富。制度化的支持让普通人也能拥有稳定的安全网。为什么他们说贵和无聊？许多外国人将新加坡归类为高成本城市，原因在于他们的评估通常基于短期消费，比如租房外食或单纯的娱乐成本。然而，这种看法忽略了城市制度背后的长期储蓄、公共服务与健康保障价值。这种体系让本地人能在贵的表象之下找到稳的核心。此外，无聊的评价也多来自外国人，习惯于更狂野或随性的生活方式。从娱乐选项到社区互动，新加坡更强调一种健康且低调的家庭型乐趣，而这种体验对文化风格不同的游客可能显得不够刺激。但幸福感并非直接与娱乐多元挂钩，而是由生活的稳定性与安全感累积而成。世界幸福报告表明，
新加坡的幸福排名今年持续处于全球中上水平，也证明了无聊只是偏见，而非幸福指数的真实体现。贵的值幸福的秘密就在你手中，贵并不意味着不幸福，无聊也并不妨碍生活的满意度。对新加坡本地人而言，幸福更像是一个长期的计划，它来源于这座城市强大的制度支持、高收入、高拥有率、低风险和高预期性。它以一种看似无形的方式转化为人们对生活的信心和归属感。如果你是游客，请学会选对消费地点和时段，用更智慧的方式体验新加坡的价值。如果你是未来移居者，请专注城市带来的长期回报。这里的住房、教育和储蓄制度才是幸福的底层逻辑。如果你是本地人，那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规划方向，别让稳定的制度成为你甘于平庸的理由。你觉得新加坡的幸福值不值？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对新加坡的看法，或者告诉我你认为这里最值得投资是什么。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